这把剑名叫天下布武，是日本战国时期风云人物织田信长的专属兵器。此剑由2把利剑组成双头剑，杀伤力极大，攻击范围极广。石川门卫获此神兵，瞬间化身战场穿云箭，一骑当千，力穿敌阵，万军从中轻松取得叛将首级。故事发生在1582年的日本，志在统一天下的织田信长，因家臣明智光秀叛变落幕，得力干将丰臣秀吉扛起义旗，一举将背叛者明智光秀讨伐，后以织田信长继任者的身份建立起了丰臣政权，获得了暂时的和平。一名叫石川的大盗突然出现，此人来路不明，但技艺高超。进入文佐家藏宝室，如同逛街，装起金银珠宝更是毫不客气。此时五凤行之一的石田三成也来文佐府找寻重要物件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盒子。而此时地图不准确的石川一头就撞上了文佐的护卫，接着石川就带着钱拼命逃。虽然是小偷，但是武功颇高，石川所到之处民众都欢迎，大把的金币撒向下面的人，民众欢呼声不断感谢着他。石川还带出来一个空盒子，随手就扔到了房顶下面去，盒子被一个可怜孩子捡到。接着文佐府的护卫追上来，石川十分拉风的全身而退。与此同时，石田发现盒子不见，推测是被石川给偷走了以后，当即吩咐第一忍者误引财葬，先是杀了文佐一家封锁消息，然后就找到石川拿回那个盒子。而此时正在歌舞伎厅的石川，当时是不知道盒子真正价值，要不然也不会随手扔掉了。听跟班佐助说忍者四处搜寻，石川才惊觉盒子恐怕有秘密，于是便带着佐助去找小男孩。小男孩和母亲生活在贫民窟，然而小孩之前碰到的地痞找上门来要找小男孩算账。等到石川和佐助赶到贫民窟，小男孩的母亲已经被杀死了。石川一把抢下他的刀，拦住他，利落的卸其臂膀，将地痞吓退。佐助催促快走，已经晚了，无印财藏已经到了，堵在巷口。周围有大批的忍者集结，石川知道敌不过他们，抛出盒子吸引对方注意力。在佐助带小孩离开的瞬间，一个抓钩带回盒子，然后扭头就跑。盒子被人拿走，忍者自然不能罢休，当即在屋顶上演起了场追逐战。无印财藏跟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两人纵马狂奔，一路来到城外。二人直接赤手空拳来了一场，感觉二人这一场酣畅淋漓。石川虽是身手不凡，但是小偷怎么能打过忍者呢？最终还是被其撂倒。正当财藏准备给他劈头一刀，一个斗笠男突然出手，财藏立马回头望去，下一秒收刀回鞘，转身就走。石川转头看哪有什么忍者，现场只留下了一枚飞镖。死里逃生的石川来到餐馆，掏出盒子开始仔细研究它。跟班佐助发现其中玄妙，竹签上绘制的正是一张地图。当天晚上三人就开始了行动。地图显示东西在石像耳朵里，佐助在石像耳中触碰了机关，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黑色卷轴。石川看到其中内容不敢相信，斗笠男突然出现，这人就是传说中的服部半藏，据说没人可以活着见过他。他让石川把盟约书卖给他，石川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，毕竟没人可以敌过服部半藏。石川想确认那上面的内容，半藏没有回答就离开了。卷轴到了德川家康的手里，卷轴内容竟是一份盟约书。当年光秀和丰臣合谋叛反，事成之后，丰臣送走合谋者，变成继任者，独享权力巅峰。这份盟书不仅是绝对的证据，更是能一举推翻丰臣的武器。佐助反应过来盟约上的内容，急忙要将这个消息告诉石川。而石川此时正在刺杀丰臣，他要为死去的织田信长报仇。石川为了躲避追杀，闯入房间，房间是信长侄女茶茶的房间。石川竟给茶茶跪下行了一礼，原来他是信长的直属忍者，如今知道信长被刺的内幕，毫不犹豫就要为信长报仇。不过石川刺死的是丰臣替身，一把枪对准他就无情的开炮，下一秒他就被无数侍卫围剿。退无可退的情况下，还是财藏偷偷出手帮其逃脱。原来当年石川家族遭遇劫难，婆婆带着年幼的她外出逃命，路上遇见了山贼，将婆婆杀害。信长正好路过此地，将她救下。石川从此就开始跟随着信长，他和无印财藏一起艰苦训练，在服部半藏严厉的教导之下，二人终于成为了合格的忍者。而伴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，信长开始对这名忍者信任，让他秘密守护自己的侄女，情愫也慢慢诞生在二人之间。石川日夜的守在他身边，也替茶茶抵挡了多次的刺杀，茶茶也越来越开始依赖他，两个人的心也开始越来越近。石川带茶茶去看美丽萤火虫，
查查要求石川做他的朋友，并将他的扇子送给了石川。为了感谢将查查照顾得很好，信长将天下布武送给了石川。他鼓励石川变成真正的强者。但随着信长的黯淡离场，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。石川在离开王宫的前夕，特意向好友乌隐才藏告别。他将天下布武一分为二，作为两人之间友谊的象征。石川如今知道了当年的隐情，自然毫不犹豫刺杀丰臣秀吉。他觉得丰臣一死必然会大乱，到时候受苦的还是无辜百姓。将石川从王宫救出后，才藏就表示两清，如若再见他，就会杀了石川。查查这边得知即将发起战争，他不希望世间再起战争，无奈的他想答应做秀吉侧室，被疼爱他的立修大人制止了。丰臣秀吉这边会见了众大臣，向他们展示新研发的武器，他把阻碍他的立修给杀了。这一招杀鸡儆猴甚有成效，于是丰臣秀吉正式宣布开战。此时的德川家康也坐不住了，找到了查查，告知事情真相，让他同意丰臣秀吉的婚约，再而寻找机会为信长报仇。这天，乌隐才藏回到家中，三成以武士身份为交换，要求才藏出手暗杀丰臣秀吉。这天，在攻向朝鲜的军舰上，秀吉即将公布跟查查的喜事，突然间发出一声剧烈爆炸，战舰一艘艘被逐渐炸毁，忍者开始攻击目标人物，丰臣秀吉被铁链吊在桅杆上。石田三成趁此机会大举破坏，准备顺理成章接过丰臣政权。此时石川及时出现在船舱，他没有去管什么丰臣秀吉，而是一心只想带着查查离开。丰臣秀吉从这场刺杀中惊醒，他并不知道策划谋杀的人就是自己眼前的石田三成，而才藏作为出色的替死鬼，正好帮主子石川摆脱了嫌疑。丰臣没死，查查为了报仇留下，石川不想才藏在大牢受折磨，也不管佐助的强烈劝阻，杀入地牢将才藏救了出来。当丰臣得知才藏逃出大牢，就派人去了才藏乡下家里，直接将他的妻子给绞杀了，用他的儿子逼迫才藏出现。最终疼惜儿子的乌隐才藏也为了他兄弟石川的安全，说自己就是大盗石川卫门，在万民面前被油锅烹炸而死。而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把才藏的孩子也扔进油沟，石川彻底崩溃，仰天长啸。此举也彻底激怒了百姓们，他们纷纷往高台上砸东西。直到此刻，石川终于再也忍不住，他带上宝剑，将木屋放火烧毁，孤身一人闯入了王宫。石川本就是实力强大的忍者，如今他无所顾忌，一心报仇，不仅杀的士兵毫无还手之力，更是轻松跃上城楼，杀入内城。此时出来了几个忍者帮忙，他们也对丰臣的做法很不满，他们殿后让石川去放手一搏，石川凭借一根绳索荡到殿内，随即开始了大开杀戒模式。查查的刀也没能杀了秀吉，他对查查早就有了提防之意。面对眼前黄毛大汉，石川身法全开，灵活躲闪，大剑飞砍。在黄毛大汉准备一刀结束时，一个滑铲从下而上，将黄毛大汉给一分为二。石川终于来到丰臣秀吉身前，这位枭雄此时却是平静非常，欣然接受了已经失败的事实。一代枭雄就此仓促落幕。石川找到了密室中的查查，他十分庆幸查查还活着，并将查查给带了回去。而就在石川杀入王宫的同时，石川三成趁机夺取了兵权。德川顺势用盟约书召集义军，两股势力相互抗衡制约，即将在城外再度争夺天下。为防止世间再度生灵涂炭，他只能告别了最爱的查查。查查请求他一定要活着回来。石川穿上了信长的血色铠甲，又将天下布武合二为一，单骑杀入了两军阵前厮杀。得力于神兵利器装备加持，石川一骑当先，根本无人能挡。一抹红色身影战场上极耀眼，士兵们都被吓破了胆，主动退避让出道路。石川毫不犹豫杀至石田身边，一剑破胸将其送走。随后石川又看向另一边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风沙四起。石川摘下了头盔，向前走去。石川把手中的剑分为双剑，化作铁血战士冲向了兵群。此时服部半藏飞身出现在前，主动要跟他的学生单独交手。双方交手3-5招，不出所料，石川被其师傅碾压。石川不肯听从服部半藏的劝阻，拼尽全力朝着德川家康而去。德川家康看着他却一动不动，跟板佐助的刀亦插入了腹部，而那把本该斩落首级的利刃却早已换成了查查的纸扇。他让德川发誓不再发起战争，之后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可怜的跟班还在为自己邀功。德川决定此事就到此为止。石川一步步离开了这片战场，但是最终因体力不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。死前手里还握着查查的扇
镇子。侠盗石川是由纪里谷和明执导，广末凉子等人出演的剧情动作类电影。影片故事节奏紧凑，整片的氛围十分的大气悲壮，是以宣传反战为题材的电影。真希望东瀛国人人都能反战。特效的场景很是眼熟的感觉，感觉《爱情公寓》里面特效类似。服饰的风格受西方影响，很多动画片着实风格也类似。织田信长是日本三国时期的杰出性的风云人物代表，战国三杰之间的故事一直是日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权衡交错的世界观，信任过后的背叛，加上奇幻魔性的特效动作，形成了独特的魔幻风格。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？欢迎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